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这个是在路边的蝴蝶兰哈，今天去买饭的时候刚好在路边看到哈。那这种路边你看它蝴蝶兰有没有上面这一圈一圈的就是得病了哈，这个是腐叶病哈。那这种天气，尤其在雨季哈，非常容易得到这种疾病哈。如果你没有加上一些处理的话，其实它很容易造成这种疾病的状况哈。那其实基本上这个应该需要用杀菌剂去做处理啦，在前期不是在中后期中后期做的时候就已经没办法，像这个是晒伤然后那个是腐叶病那前期才能做处理通常兰花或者是植物都是只能在还没发生之前喷药剂，或者是增加它的抵抗力去产生保护性当它已经产生烂掉的状况下，就没法度就没法度，只能利用碱液处理那所以呢，你看这一些呢，这很明显是那种可能是在做那种花篮的花或者是人家开幕那些的花，你可以看它这个整个都烂掉了那这个状况下呢，其实是没有得救的这个绑在路边的树上绑在路边的树上，其实它这个季节拿出来也不对也不对，因为这个季节呢，第一个会遇到雨季第二个会遇到下雨，你看这个整个都烂掉整个黄掉烂掉，这个都没有救了好，会遇到下雨，会遇到雨季，这时候就容易产生腐叶病那这个腐叶病呢，其实它非常的严重的话，就整棵会死掉就没有救没有救。那其实比较有，如果它要拿出来种树上的话，其实应该再早一点，大概可能在3月2月的时候就拿出来种这时候会比较适应外面的天气你现在突然把它丢到外面绑在树上这个天气对它来讲太过炎热，太过潮湿，并且呢，这些蝴蝶兰其实都是温室的花朵简单来讲，它可能这辈子没有在外面遇到过他第一次出来就已经是开完花，然后可能就已经是在花篮上，或者是开幕的花篮上那还没有经过恶劣的天气那经过恶劣的天气的时候，你看就会出现这样子，因为它完全没有什么保护力在园子里头大部分都是利用可能利用杀菌剂或者是利用某些东西处理让它比较不会产生疾病的状况下，那一出来你看遇到这个状况，只要下雨天一直淋雨淋个3-4天4-5天的时候，它就受不了了这个就是俗称的温室的花朵温室的花朵，你可以看它的叶子就出很大的问题当然啦，这个市场花嘛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就把它绑在树上看会不会活下来基本上你不做，如果上面没有很大的遮荫没有很大的简单说没有很大的树遮的话，其实都长不好了不是太阳太强就是叶子被晒伤因为毕竟它刚开始还是不适应外面的天气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首先它必须对外面天气有点可能有一点适应以后呢，这个状况才好。所以上板如果你要绑在树上，它有时间性的如果你现在这个时间把它绑在树上，那死亡率非常非常高，尤其过了雨季通常死亡率会非常严重有时候我们种在家里都会得病何况是它把它绑在露天的树上那季节是一个很重要所以如果你想要把你的蝴蝶兰绑到树上的时候，记得季节种很重要那可能建议是秋天或春天这两个季节会比较好一些那相对它可以适应的时间比较长那你看这个是大白花这个应该是说不定是 V3 还是什么，我搞不清楚因为这种市场花有非常多种这种大白花，开起来很漂亮但是很不耐外面的天气所以如果你把它送到外面来的话，对它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折磨你看很快就晒伤了，晒伤之外很快就得病了就腐叶病那过一阵子你会发现它的那个叶子会掉光光那没办法这个就是没有抗病性的关系没有抗病性的关系必须比较有抗病性的环境，比较有抗病性的个体，它可以抵抗这个环境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棵另外一棵在其他地方一样在这条路的路上的树上这一棵就种非常久了这一棵就是 有 EQ 的血统，你可以看到它就很像 EQ， 但是看起来不是纯的 EQ 有交配过有交配过。那这种蝴蝶兰有人叫什么？我记得是彩虹什么什么什么那一类的吧好，这一类蝴蝶兰它也把它绑在树上你可以看它的叶子就长得比较好一些些，但是没有到很好，看花很漂亮花很漂亮非常会开非常会开。这种 EQ 有 EQ 的血统就是有鸡蝴蝶兰的血统，这是都在夏天开，你可以看到花开得满满的好几串你看它前面有一个小高芽，对不对
这也是 EQ 的特性哈，这也是几乎蝶兰的特性，几乎蝶兰都有这种喜欢长高芽的特性哈。好，那这个应该是什么彩虹舞曲还是之类的哈，反正我也忘掉了哈。好，你可以看它根都全部上吧，根都已经上到木头上去了哈。虽然它叶子不漂亮，但是它会一直长新叶子出来。你可以看它在这里就没有什么水伤的状况下哈，它可能种一段时间了哈，这时候它对这个环境的抵抗性有比较好。但是呢，跟我们可能种在顶楼那种细心呵护的叶子还是差很多哈。不过它花真的开得不错，开得不错，非常非常会开哦。你可以看它那个整个开满满的状况下，实在是非常的漂亮哈，非常有立体感哈，非常有立体感。你能想象这个就是一个行道树旁边的一朵花吗？非常漂亮哈。其实这个就是因为它已经适应这个环境，而且好几棵种在一起哈，种在一起。那其实这种种法呢，其实对于蝴蝶来讲，当然来讲哈，它并不是这么的适合。但是如果它适应的环境，还是可以活下来啦哈。但是只要不要出大问题，像腐叶病吃到轴心里头去，或者是细菌性感染吃到轴心里头去，其实它还是可以长得不错的哈。上面有好多小羔羊，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可爱。我记得这个品种好像叫彩虹舞曲还是什么哦。那反正呢，它就是有 EQ 的血统。你看一个小高芽哈，那等一下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花朵，又来一个小高芽，你看有没有哈？那它就是很多高芽所组成的，非常好看，非常漂亮，然后种在路边的树上哈。那所以呢，如果你要种的话，也可以哈，也可以，但是记得上面树荫要选大一点的哈。那第二个呢，你可能要时常给它浇水，尤其城市哈，它没有什么水分哈，这才是一个问题点。如果它在乡间荒野或者是山上，它会有山岚，对不对哈？或者会有农地蒸上来的水哈，那这时候呢，它的水汽就会比较足够。但是在城市中就是干燥哈，你不给它浇水，它就死给你看哈，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现象哈。也是因为它在城市中比较没有那么多水分，所以你把它绑上树上的时候，可能对它来讲是一个比较不好的环境状况哈。所以你要种的比较漂亮，可以要多费一点心哈。那但是这种种在城市里头的小蝴蝶兰，其实点缀性的时候看起来就蛮好看的，看起来就很好看。那你看你仔细看它植株没有什么叶子，它非常非常多植株所组成的哈，但是没有什么叶子哈，主要就是可能环境有问题或怎么样，它造成它叶子就掉光光了哈。没办法哈，因为在这个环境并不是它最好的环境哈，但是它能活哈，开了很多花哈，非常不错哈，我觉得。像这个品种，我还蛮想再弄一颗回来养养看的。你看，那开花性这么好，非常好。开满满的花，至少也有个3、4、5、60朵、7、80朵哈，感觉就很热闹，很好看哈。好，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频道，请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哦。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